大家久等了，太虚的歼16终于来了，它的名字叫做乾坤，两个字由子舟和军鸟组成，内容物就在这里了。导弹依然能收纳在地台下面，翻起支架，简单变形组合一下，后面备用。上手第一感觉就是薄，从正面来看竟然可以这样薄，翻到顶部又能看到它庞大的身躯，比起之前的歼35个头稍大一些，总长度40左右，宽度接近30。机身能看到各种面板的交互点，纹路非常工整，细节丰富，底盘包裹也接近完美。不过照顾变形关系，能看到有大量的分件，翻起末端金属杆，可以插在支架上面固定。顶部面板可以翻起，能看到内部金属液压杆，翻开金属输油管，整个可以向外拉出，可以与后续运20互动。驾驶舱有2排座位完美刻画，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们都要参与变形。利用工具翻开面板，可以小心地把起落架翻出来。都是橡胶轮，这个形态也很写实。荧光照射时，部分遗印有发光效果，还能看到隐藏 logo。导弹按照这个顺序安装，还有额外插口可以与歼35的导弹互动。11枚导弹挂载模式，尾部喷口有金色涂装，飞机形态外形完整，涂装写实，加上大量的互动性，保留了一款飞机模型该有的玩法。静态展示的时候，观赏性也是非常强的，大家应该等不及要看它如何变形了。它是我玩过最难的变形玩具，没有之一，大家要做好准备哦。接下来开始变形，挪动顶部面板，让零件缝隙展开，翻起中间盖板，转动造型零件，从尾部末端翻起解锁卡扣，这里翻起时注意内部倒钩的位置，整块零件向上翻起，从中间发力翻开梯形扣，从头部解锁另外一端。武器就可以拆下来备用了。从根部翻开刀状零件，先往内旋转，再整个翻到旁边，抬起解锁机翼，下翻1点腾出空间，解锁机身卡扣，抬起驾驶舱，整块零件抬起来，先向上再向外翻开零件。折叠一下，把小盖板整个翻到后面，打开前起落架盖子，起落架翻出90度，从内部往上拉，抬起整块零件组，把后方零件也翻起来，按照视频顺序折叠起来。扣回盖子，把旁边零件翻过来扣住，另外一边也锁定住。把整块零件翻出来，先翻折小面板，再整个往上旋转60度左右，腾挪翻开小面板，用工具解锁飞机头，打开大约30度左右，把小面板往外翻开，通过连接杆把零件展开往外拉，沿根部金属关节把整块零件组往后翻到底。位置关系是这样的：面板旋转180度，折叠腾出空间，把上方零件旋转180度，往前扣住，听到咔的一声。驾驶舱折叠一下，把带座椅零件往上抬起，折叠零件形成机器人头部。操作台的零件往下推到底，打开金属零件，腾出空间，把上一部零件往前翻到底，再用金属零件把它固定住。从下方视角再看一遍，两侧面板结合卡位，把带起落架零件往前组合，这就是机器人腰部。
换个视角看看。调整一下根部关节位置，沿金属关节旋转，往内折叠零件。此处的方块零件要插入对应位置中，注意位置关系。先来移动一边，另外一边结合过来，最后结合中间的卡点。再调整一下零件位置，把头往下按，为后面步骤留出空间。翻开造型零件，先旋转整组零件，到接近极限位置时，往内推根部零件，这样就翻回来了。从顶部视角再看一遍，这个步骤要按照顺序来旋转，不然会感受到明显卡顿。最后再往内翻根部，从而锁定。展开造型零件，黄色零件最终要扣到轮子上，通过避让调整，让造型零件组合到胸口上。这个时候翻起头部零件，前面有个卡扣位置，翻出内部零件，把它扣在前方卡扣上面。来处理另外一边，同样的，先纵向旋转到转不动为止，再把整组零件往内推。这里有个圆柱，要插入领口下方圆洞中，这样就固定住了。最后把黄色的造型零件结合到起落架前轮上，两侧圆形零件也要结合到对应凹槽内部。往外翻耳朵，旋转到特定位置后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躯干部分的变形。到这里已经成功了一半。飞机头完全炸开，组合成了机器人身体。大家可以修整一下。第一部分是整个变形最简单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开始熟悉到乾坤的风格。我们继续，确定一下尾翼是否解锁。捏住前端，打开整个下半身，留出明显的空间。捏住机翼往下翻，整块往后翻，左右避让解锁出裙甲。翻开金属杆，从上往下发力，左右解锁腿部。把金属杆放回去，旋转裙甲零件，通过齿轮关节调节腿部位置，旋转关节，挑起金属零件，扣住上方零件锁定。另外一边同样，腿部侧方向抬起90度。旋转根部零件，再把裙甲翻回去锁定，注意锁定位置。翻起小零件，拉长裙甲，调整腿部关节。侧裙甲有个凹凸卡扣，对应腰部位置锁定上去。旋转外侧零件，让钩子朝上。另外一边同样，变形到位有明显锁定感。注意挂钩零件位置和方向，把腰带扣到挂钩上。
这里的所有造型都有对应卡扣，确认一下是否扣上。折叠侧裙甲，旋转关节调整末端位置，从而锁定卡扣。变形到位之后，卡扣会锁定好。这样腰部零件组就变形好了，剩下就处理四肢了。翻起根部零件，增加操作空间。先来变它的左手，也就是屏幕右边的手。打开小盖板，往上拉，打开大盖板。旋转面板腾出空间，展开手臂，翻转盖板内部零件，用工具把手腕翻出来。注意大拇指有专门收纳位置。盖板旋转到正面，结合到对应卡扣上。调整小盖板位置，锁定住。手臂本身就变好了。翻开起落架零件，用工具撬根部塑料零件，翻开起落架，尽量不要让金属杆受力。注意此处2个卡扣用来解锁肩膀。注意用力方向，把卡扣拖出来。沿着根部把手臂整个挪到后面，腾出操作空间。接下来就是整个模型最难的地方。先调整机翼位置，这一片要先旋转再掰动。解锁下方零件，此时捏住两边，拉开滑道。第一次操作有点紧，中间关节要拉开明显空隙，才能进行后续步骤。两边不动，关节往后90度，旋转调整机翼，把它绕到后面去，同时上下方向颠倒过来。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干涉，注意避让。把它变回来，这个步骤就是理解机翼的位置和中间连接关节的朝向。再把它变过去，在视频说明书版本会有更详细的关节位置标注。再来一次把它变回来。我们从它的反面看一下，先往后折一下，再旋转通过避让，翻到前面来。变好的和没变的对比，机翼的朝向是反过来了，总面积压缩小了，同时保留了机翼形状，其实还是挺妙的。机翼处理完，可以把手臂翻回来了。现在来扣肩膀关节，整个操作过程要保持卡扣斜着进去，找准点之后再用力卡进去。出来的时候也要斜着发力。再来一次。然后移动整块零件，调整零件位置。一边的手零件组就好了，手臂组难度最高，可以休息一下继续。另外一边同样变形，手臂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大家跟着变就好。整个玩具变形过程会用到不少工具，可以直接用太虚自带的把玩神器，也可以单独买个挖耳勺作为专门掏玩具的工具。其末端比较圆润，不会伤到玩具的漆面，足够把握，同时兼具硬度，可以撬开很多细小位置。
手臂变形主要注意每个步骤都有对应卡扣，完成之后是有很稳定的锁定感的。解锁肩膀的卡扣，把整条手臂移动到背面，腾出操作观察空间。耐心翻起起落架零件，这个步骤不能跳过。调整机翼位置，拉伸根部的滑道关节，整个往内旋转90度，再把机翼整个回旋过去。按照我的步骤来变，基本没有特别卡顿的地方。同样，我们再来复位重复一下，大家可以多次重复观看这个步骤，提前做好准备。这里变好了，手臂移动回来，斜着把卡扣锁进去。旋转面板调整位置，双臂零件组就变好了。把身体放下来，注意内部空间，确认一下灰色零件位置，这里一定要伸出到极限位置，没有到位可以调整两边金属零件，把它往下按压锁定进去，到位的时候可以锁定非常牢固。注意后颈附近这个挂钩，要挂到旁边凹槽里面去，先往后再往前，不要垂直插进去，是挂上去的。另外一边同样，往后挪，再往前挪，挂上去。后方还有卡扣，对应面板上的缺口，给它卡进去。如果卡不进去，就调整面板的关节处，咔的一下就锁定好了。另外一边同样操作，两边都要咔的一声。锁定上方盖板，把起落架零件组复位。调整机翼零件，整个上半身就完成了。最难的地方已经完全解决了，要注意一下，基本所有步骤都有对应的锁定位置，到位之后都能固定住。双臂变形是整块玩具的难点，如果能轻松理解，这款产品对你来说一点也不难了。打开左腿面板，把小腿盖板翻回去，避让零件，翻起来一点点，沿着膝盖旋转90度，先往下90度，再往右90度，不要做多余旋转，严格按照视频步骤来。这时可以调整膝盖零件，把齿轮关节旋转一下，把大腿面板往后翻到底，通过双关节把膝盖扣起来。换个方向观察，注意这个卡扣可以按压锁定。解锁小腿的面板，解锁侧面小零件，注意内部的卡点，两只手捏住不同地方，把此处零件解锁打开。注意卡扣的位置。脚踝旋转90度，翻开面板，脚跟旋转90度锁定，把金属脚尖翻出来，这里摩擦力有点大，要用点力。再旋转180度，翻过来看到卡扣固定住，把旁边零件旋转到中间卡住，中间的片儿不要直接翻起来，要先往下滑动，掰不动就从内部撬一下。
往下滑之后再翻起来，里面有个小卡扣，旋转180度锁定在前方位置。整个脚旋转180度，底板往上移动，有个卡扣锁定，这样脚就变好了。挪动零件腾出空间，这里先往内90度，再往下90度盖住，挪动上方零件腾出空间，折叠一下小杆子，插入对应扣点，把浅色零件旋转90度，往内收小零件，整个向内旋转90度，打开深色连接杆，这个时候把面板盖回去，此时没有锁定位置，小面板固定一下，把连接杆绕过来，锁定卡扣，直接插进去，上方联动零件插入对应位置。这个时候移动浅色零件，把脚踝收进去，这里有点紧，尽量捏住关节来操作。折叠一下机翼，到位之后就能顺利触发联动了。膝盖部分可以旋转，一条腿就变形完成了。腿部的步骤也挺多的，不过相对来说都很流畅。编完一条腿，马上就要完成了。继续打开面板，把小面板翻转180度，先避让，再把膝盖折90度。这个零件先往下90度，再往左90度，调整膝盖位置，沿齿轮关节旋转90度，深色面板往后旋转180度，膝盖沿双关节折叠起来锁定，翻开小面板，捏住对应位置，可以把喷口部分往下按，这样就可以解锁面板。脚踝旋转90度，打开脚底面板，把金属脚尖翻开，结合到对应卡扣，把脚尖零件旋转进去。面板零件记得往下滑，用工具撬一下，往上翻起来，再往内推动，翻起内部小零件，卡到对应位置中。脚整个旋转180度，底部零件往上锁定，调整上方面板位置，上方零件旋转回来，把连接杆插进对应位置，调整上方面板，浅色零件组往回旋转90度，把尖零件放进去，再往回折90度，把深色连接杆拉开，此时把整个面板盖下去，尖端旋转90度，折叠一下，把面板复位，连接杆插入锁定小腿，再锁定联动位置，最后就是调整脚踝的位置，沿着关节使劲，折叠机翼，本体部分就变形完成了。然后看到武器部分，拨开盖板折叠，把卡扣锁定上去，拉开刀身，旋转零件扣住，再旋转，往下按压卡扣，这样武器就变形完成了。手掌有个洞可以安插武器，前裙甲位置可以自由调整长短，也可以整块折叠到里面去。按顺序结合导弹，导弹装好是这样，翻起支架结合点，对应本体胯部插口。这款歼16就变形完成了，大家辛苦了。
整个变形过程大概在200步左右，其中有大部分步骤都有一定的顺序，大体可以分为躯干组、腰部组、双手组和双腿组。腿和手的先后顺序可以自己决定，最优先的还是先变形躯干和腰部零件组。全身上下不含5金零件，大概有上千个零件，所以整体步骤少不了。在注意顺序的情况下，比较痛苦的步骤还是很少的。但是以我目前经验来看，大部分人还是需要多次观看变形视频，练习2-3次左右，才能初步掌握变形过程。这也是大家需要做好的心理准备。好在体验下来之后，这次所有卡扣都是较为轻松的进行密合，大部分步骤都有留出足够空间来操作。最难的还是手臂机翼的旋转折叠，还有小腿的变形顺序，这2个地方搞清楚了，其他就会比较顺利了。这款产品的外形是完全原创的，通过较多的机械管道细节外露，还有比较锐利的线条转角和层次分明的块状结构，全身几乎每个零件都有参与变形。这种独特的真实感是太旭这个系列最大的特色。同时，乾坤的腿部有个反折的造型设计，还有巨大的前裙甲以及炸裂的胸甲造型，让它外形极具个人辨识度。大家觉得造型如何呢？机器人形态身高在26厘米左右，对比变形金刚 MPM 眩晕，对比延吉，对比逍遥。用炮弹自带的磁吸触发灯光，默认蓝色常亮，第2下蓝色闪烁，第3下红色常亮。头部可以旋转和低头，腰部左右小范围旋转，背包机翼可以自由调整位置。手臂范围还是很大的，五指可动手，手腕还能调整方向。腿部多个方向都是齿轮。不过小腿上段没有左右旋转关节，旋转依靠膝盖关节完成。看下膝盖范围，脚掌前后大范围活动，左右有接地。关于产品本身玩法就聊到这里了。最近2年国产出品可谓是一直在引领行业。20年的游戏圈，25年的春节电影圈，共同特征就是销量创下了某种奇迹。这种数据在23年的逍遥中我也看到了。这种来自国产故事、国产形象的产品或者影视游戏，的确引发了我们的共鸣。每年的国风产品、游戏、电影那么多，脱颖而出者寥寥无几。这些奇迹的背后，更多是一种硬实力的展现。太旭的歼16双形的外形依然保持了系列现代科幻机甲风，飞机形态机关完全，收纳完美，堪称模型。人形齿轮关节多，稳定性强，超级帅气独特，变形过程精准度高，零件手感柔和舒适，逻辑性较强，卡扣交代明确，步骤总体服务于双形态造型，做到了极致的难度，也是一种特点。这考验了设计师外形审美功底和魔鬼一样的结构大局观，是黑苹果设计风格下的终极产品。太旭的产品制造团队能把上千零件数的它量产出来，展现出了超强的工业功底和夸张的执行力。这种极端化处理，有不少朋友应该会感到非常痛苦，同时也有可能让它成为了非常值得挑战和体验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和某批棍游戏的超高难度有差不多体验。当然，看过视频的各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把玩需求来选择。太旭的乾坤呈现出了一款极其复杂而又华丽的究极变形产品，确实也感叹国产玩具工业化水平的进步和太旭这帮制作人勇于挑战的精神。感谢大家观看到这里，谢谢大家支持，期待太旭变形系列后续的表现，我们下次见。Show Z Store, the best place to get your Transformers with the best price.